瞎扯淡！在许昌的时候，你说来年相见，可一别就是3年多，你得给我一个解释。解释必须解释。我们边做边说。做什么？不，就是那个。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就不能等天黑吗？不行，你还是先让我解了相思之苦吧，我一刻都不想再等了。哦，灵儿，3年不见，你可长大了。哪有？放松点，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又不是让你上战场。对了，就跟骑马一样，我在上面，这样我就不紧张了。一连几天，二人是生生没有出过房门，时间一长，老曹不放心了。大哥，魏王啊，让某告诉你，年轻人虽说精气旺盛，也不能这么造。大哥，魏王说了，你再不出门，会落得跟郭九鬼一样的残局。滚！哎呦，我的腰子！我的骑术还不错吧？我们来日方长。大哥，子龙、汉生他们在比武，要不要过去看看？瞎，我们去看看吧。好吧，确实该出去换换气了。诸位，我先来了。拉胯了，没眼力！子龙射的不是箭靶，是悬挂箭靶的细绳。好厉害呀！在原著中，赵云只救过一次社稷。诸葛亮借完东风护送他回江夏的时候，徐盛、丁奉去追击，赵云一箭射断了徐盛、丁奉船帆上的围绳。子龙剑术了得，军师，老夫献丑了。黄忠骑马狂奔，搭弓上弦，跑了整整3个圈，迟迟没有放箭。在第4圈的时候，黄忠手中的铁胎弓发出一声惊弦声，箭矢在虚空中留下一道残影，精确地命中了马心。汉生将军刚刚跑了几圈，原来是在等落叶。今天我算是大开眼界了。汉生将军邀我一头，我服了。父亲，你也去吧，还想看看你技压全场。吕布每做一件事，都忍不住要先想一下陈宫那封信。待在曹营还是老实点好。虾仁一眼就看出岳父的顾虑。岳丈大人不必如此谨小慎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小婿在，魏王不会拿吕家怎么样。当年在虎牢关下，温侯18枚金陵箭，射翻18枚帅旗，我可是历历在目。今日不演练一番，岂不可歇？原本就手痒的吕布被众人一阵撺掇，按耐不住了，翻身上马，朝着远处骑去。至少150步，不可能，当时无人能在这个距离命中靶心。反正我是办不到。吕布的上半截身子在狂奔的马背上稳如泰山，只见他跑了半圈，右手一放，金陵箭化作长虹飞向靶心，将先前黄忠射在靶心上的箭矢从中间一分为2，稳稳地定在了靶心上。我还是当世无敌的吕奉先。诸位将军，父王令各位速速前往议政厅。出什么事情了？曹洪将军发来800里急报，马腾、韩遂与羌人部落联盟，共20万大军进攻潼关。议事厅内，曹操发号施令，准备兵分3路。老曹带27万大军往西阻击马腾、韩遂，虾仁领荆襄水师取江东，灭孙策。郭嘉则率3万部族，加上3万水师去胶州跟诸葛亮斗上一斗。郭嘉不死，卧龙不出。鬼才与卧龙之间的斗法，到底谁能胜出？方才议事，见你都未开口，看来是对孤的部署没有异议吧？分兵3路很合理，我没有异议，只是胶州穷山恶水，瘴气毒物丛生，奉孝去我担心他身体能不能扛住。刚才你也看到了，孤不让他去，只怕他会遗憾终身。放心吧，孤已经下令，他这次去带上张基，如果诊断出身体不行，便立即撤回。也只能这样了。对了，家还有一提醒，魏王可知马腾军最强之处在什么地方？西凉嘛，自古出军马更出敢战之势。孤知道西凉人人善战，这20万虽是临时凑出来的部队，只怕战力不会弱于我军，所以孤才调遣了27万大军赶赴。不过还有一处强劲不要忽略，魏王知道马腾之子马超吗？听说过，人言请马超匹马踏西凉，所以孤才让子龙和汉生作为前锋大将。莫不是你觉得马超之勇还在他们之上？一旅2赵3典韦4关5马6张飞，除了吕布，后面的将领应该都在伯仲之间，战场上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那倒不至于，只是此战能否顺利击败马超很关键。我洗耳恭听。
马腾之所以能快速的联合各方羌族部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马超在羌人中，他被称为神威天将军，被视为无敌的象征。若是能在战场上正面击败马超，他们的联盟将会分崩离析。姑怎么没想到击败马超一人可退兵10数万，这绝对称得上是壮举啊！只是除了子龙和汉生，还有谁有绝对的把握击败马超？呵呵，魏王难道忘了我岳父吕布？吕布，曹操也知道单打独斗方面，放眼天下绝对没有人能承受得住吕布的威压，但在老曹心里还是不太信任他。但眼下这档子事，除了他吕布，还真没人有绝对把握能办到。罢了，有你保荐他，姑相信你的眼光，那便按你说的办，让他随大军一并出征吧。家要提前恭喜魏王马到功成了。贤婿，你不该为我开口，我已经老了，沙场建功早就不属于我了。岳父，你再老能比汉生老吗？他尚且雄心壮志，你何必如此气馁？魏王这头你不必担心，他虽是多疑，且也用人不疑。既然选择用你，不会生了其他心思。就算你不相信自己，也该相信我吧。好吧，你放心，若是魏王确实差我上阵，当不负你的举荐。呵呵，都是一家人，岳父无需客气。当年若无灵儿出手相救，只怕我都死在了张飞的手上。这还眼贼敢对我贤婿出手，若是有朝一日再与他相遇，我亲手拧下他的脑袋为你报仇。对了，你想练技法吗？你若有兴趣，我将一身武艺倾囊相授。灵儿虽然得我真传，终究是女儿身，你悟性如此的高，假以时日，成就不可限量。你若学会了我的技法，就算是你那3个兄弟也难抵挡。可拉倒吧，你都被他们揍多少回了？多谢岳父，就我这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根骨确实是差了点，不过……哎，行了，岳父，别不过了，魏王大军马上就要出发了，你还是赶紧回府收拾一番吧。好吧，此事等我回来再议。现阶段的刘备是职业生涯中最巅峰的时刻，先是收复南海布置2万人，后又统一胶州，得到世家在财力与人力上的支持，目前能动用的兵马已经达到近6万人，可谓是实力大涨。京师稍期探报，国家带来的可是6万大军，我们只带区6000人进入平了，这仗怎么打？呵呵，曹军是不会强攻的。哼，关某虽不知兵，却也明白兵贵神速，军师怎么能肯定对面不会强攻？孔明、平乐的城防皆是夯土，并无包砖，而且只有3丈高，防御的强度并不大，甚至连望门都没有。你何以觉得曹军不会强攻？主公，此地距离离水有多远？不过区7、8里路。若是用人力开凿一条水渠，将离水引到平乐，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一旦离水引灌到此地，且不说城内的排水是否能稳住，光是这没有包砖的夯土墙，也很快就会被离水殴塌的。这难道不比强攻更有效果吗？大哥，我现在就去安排军士挖护城河。来不及了。孔明既然知道曹军动向，肯定是有对策吧？弃城？难道军师大老远把我们带来，就是看你怎么弃城吗？打不赢就跑，这算什么狗屁计策？2弟、3弟别急，听孔明把话说完。水淹平乐城后，我军往荔浦方向撤走，曹军必定追击。我们只要让留守后方的兵马在沿途设伏，便可将追兵一举歼灭。孔明此计属实精妙。主公，水淹平乐最受难的是百姓，所以我们眼下要做2件事：第一，让百姓迁往其他县城；第二，令军士将城墙角挖松。这样一来，水淹平乐后，城墙倒塌，此地也不会沦为曹军的立足之地。2弟、3弟，按孔明的吩咐去办吧。对，郭酒鬼，某看你脸色不太好，要不要让张神医来瞧瞧？没事的，说说吧。这面什么情况？某看了那城墙，不咋地，才3丈高，跟中原比差远了，可以强攻。昨天他们只带了6000人进城，这样的城防强攻下来肯定没问题。6000人？是啊，少奇看得清清楚楚，不会有错。为什么才6000人？在下有一计可破城，说来听听。挖通地道，潜伏进城，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军师，我查看过这一带的土壤，确实松软，不出10天。
们打开西门冲出去了，怎么办？按先前的不说，开始追战。好了，弟兄们，杀敌建功的机会来了，跟咱一起冲啊！虎贲双雄帅5000精锐紧跟其后，将跑得慢的胶州军砍得七零八落。不知追了多久，来到一片狭小的山路。虎皮追多远了？不知道，我看是不能再追了，这路越来越窄，不安全。还算没蠢到家，终于发现不对劲了吗？可惜啊，完了！杀！乌鸦嘴！憨皮，你但凡懂那么一点兵法，也该看得出来此地适合埋伏。说到底，你就是不懂兵法，跟大耳的一样。我你妈！看招！这一毛！一时间，许褚战关羽，张飞战典韦，四周的厮杀声也开始响彻整个山谷。仅仅1刻钟，战局就开始倾向于刘备这一边。包围圈中的曹军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倒在了胶州军的泼刀之下。你二人也算是名动天下的猛将了，关某不想杀你二人，投降吧！只要你们愿意辅佐我哥哥，往日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谁胜谁负，只怕现在还不知道吧？匹夫，死到临头还死鸭子嘴硬！你们看看这阵势，今天还能活着离开吗？就算是曹操来了，今天也就不足你们。子胜仲康勿虑，我来助你们。魏延身后跟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曹军，他们挥舞着手中泼刀冲向了胶州军。原本胜券在握的胶州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回事？此地距离平乐足有25里路，就算是快马加鞭求援，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赶到。这到底怎么回事？郭嘉他肯定是识破我的计谋了。他们这是将计就计，让典韦许褚将我们的伏兵引出，再让魏延带兵来援。真没想到曹营之中除了那下人，还有如此能人。刘备已经忘了这是第几次遭遇这种冉冉升起的希望被瞬间浇灭的感觉。刘备只觉得心头一阵绞痛，随后摔倒在了地上。快，鸣金收兵！虾，我要和你一起去江东。不行，行军不带女眷，你不是不知道，乖乖在江夏等我回来吧。哼，看不起谁呢？以我的武艺，肯定不会拖累你，关键时候说不定还能保护你呢。灵儿的武艺倒确实不至于会成为累赘。张辽曾经说过，真要是打起来，100回合内他也没把握能拿下灵儿。在我孤枕难眠的时候，多希望你能给我暖个被窝，哪怕是彻夜不眠，也想让你多见识一番我的枪法。可是身为军中主帅，最忌讳执法不公，若把你带上，我怕难以服众呀。不，我不管，我要去，我就要去嘛。好吧，不过你得女扮男装。还有，还有什么？不，把你那件蓝色的肚兜带上。遵命，军师大人。白天要出谋划策，晚上还要跋山涉水，我太难了。自修传令，2日后挥师南下，准备收拾孙策。诺。军师好算计。军师，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发笑？不，我寻思你是在抽风。军师又调皮了，不是？那是因为在下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有话说有屁放，我这忙着呢。是这样，在下一直不理解为什么魏王和奉孝两头都在行动，而军师却能从容地守在江夏一动不动。现在我想明白了。嘿，你明白什么了？军师是在等待良机。如今奉孝捷报传来，江东那些世家肯定惶恐不安，不会再支持孙策。因为刘备若败亡，长江以南只剩孙氏一脉，兵无斗志，根本不成气候。军师着实擅长攻心，在下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闭嘴吧你，唾沫星子都喷我一脸了。我等这么久就一个原因，一直没想好怎么攻破江东。你呀，有空就去关心下寡妇，少在这里办兵法大家。军师竟然开始嫉妒我了。虾人终于动身了，驻扎于夏口的8万水师全部都将进入豫章，诸位可有对策？主公，那下贼所率领的都是荆襄水师，他们这些人水战尚可，攻城根本不足畏惧，末将建议坚壁清野，据险而守，待曹军锐气耗尽，再设法破敌。主公，坚守不战看似与曹军不利，可我们却未必耗得起。此时的曹操坐拥巴州一部，粮草军械可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拖不起。更何况主公赤壁大败，如今人心浮动，我们更需要一场胜利来稳固军心。伯言的意思是主动出击吗？可有计策？曹军若要从豫章发兵取南阳，必经灵力山，此山东西两面皆是笔直悬崖，无法攀登，唯有南面一条通道可上，实乃天赐之险。若是主公能领兵在此地设伏，我们可居高临下而痛击，形成对峙，也有进退两便之选。没想到
这陆家小子年纪轻轻，却有如此见地，相信不用多久，他必能成为主公的心腹智囊。主公莫将附议。哈哈，公瑾能在第一时间附议，难道也想到这一层了？末将是在回丹阳的时候，途经林立山，才有了这样的想法。没想到伯言跟我想一块去了。诸位怎么说？末将附议。好，既然诸位意见相同，那我们明日发兵林立山，与曹军决一死战。虾仁令张辽为先锋，陈道为副将，领兵8000担任前军，自己带大军压后，距离林立山已不足50里。曹军3线作战，将才不足，竟令以降将为前锋，不足为锐。末将请战。好，子义领兵3000于两剑山设伏，另外把我最精锐的2000解凡兵也交给你，我自领大军15000在侧方接应。末将定不辱命。两剑山距离林立山20里，只有中间一条路能通过，是天赐的伏击地点。太史慈领着5000人埋伏在山脚下，等曹军行到一半，漫天的利箭飞向驿道上的曹军。怎么回事？将军，我们中了埋伏了。大意了，真没想到对方竟然敢主动出击，大家不要乱，稳住。曹军皆为水师，本就不善山地作战，江东军的突然出现，如神兵天降，势如破竹。不到1刻钟的时间，曹军就出现了溃乱之象。走在最后的曹军慌乱地往回跑。前军什么情况？将军，我们遭到江东军了伏击，敌军有多少？太多了，漫山遍野都是，我们死了好多人，快跑吧，将军！闭嘴，没用的东西！真不知道这些年蔡瑁和张允是怎么带兵的。他江东纵然千军万马，也不至于才偷袭得手，你们就被吓成这样吗？将军，末将看到陈将军被敌军包围，还有几千弟兄，他们冲不出来了。军师为我重任，我竟一败涂地，还将书治折了，我有何面目见军师？300亲卫。属下在。弟兄们，我们的袍泽如今被敌军团团围困，可敢与我回去救援？属下听候将军差遣。好，随我杀回去。荆襄水师成片的倒下，有不少人直接放弃抵抗。孙策带着15000人在外围已经形成了个包围圈。等张辽赶到的时候，陈道身边仅剩300-400人，还在拼死抵抗。有我张文远在，江东宵小，挡者必死。叔志，我来了。文远真英雄也，弟兄们杀出去！好胆魄！我大军合围之下，还敢来救援？大家不要乱，速合围上去！孙策何在？可敢与我一战？匹夫休狂！看我朱桓拿你！挡我者死！山谷内喊杀声震天，尘土飞扬，1万多人的大军乱得出现了踩踏现象。不知不觉中，张辽竟然在山谷中杀了2个来回，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挤满了人，孙策根本捕捉不到张辽的身影。缺口已打开，叔侄快撤，我来断后。今天让你跑了，我枉为江东之主。张辽休狂，太史慈在此。2大悍将袭来，张辽怡然不惧，选择了对冲了过去。要说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在2人的合击之下，一时间张辽竟然没落下风。眼看陈道带人已经走远，张辽不再恋战，边打边撤，脱离了战场。主公不可再追了，恐防有诈。耻辱，奇耻大辱！军师。末将行军2剑山，被江东伏击，损兵折将，有辱军威，请军师责罚。文远，你没事就好，快说，到底发生何事？这怪末将大意，并未细细探查2剑山。我不是问这事，我是问你怎么带着300人就跑去救人了？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军师是这么回事。一旁的陈道做起了解说员，把张辽杀穿18000江东大军，突出重围，再度折返的经过详尽的说了出来。在场之人无不是面露惊骇神色。文远将军真乃英勇无双。文远这一战绝对能让江东军心胆寒。虽然历史发生了改变，但这一战难度丝毫不亚于威震逍遥津。哈哈，文远好样的，没有折辱你张800的威名。不，你现在可是张300了。张800是谁？怎么又成张300了？这事啊，迟点跟你说。走，先去看看粮草大营。距离曹军大营20里外，有一处山谷，只有一处入口，进去后3面都是笔直的悬崖，最低处都有10余丈，是个天赐的屯粮地。虾仁便下令在此落寨。粮草乃3军命脉，就目前这种情况，想正面抗衡已经是不太现实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拿粮草下手，可有对策？主公，末将细细探查过了，长信谷只有一条狭小的通道，强攻怕是没可能。而且这屯粮的宅子距离3面的悬崖都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周围林木都已被清理，
投掷火油什么的都不现实，除非能冲进山谷里去。可山道两旁都有曹军，谷口还有瞭望台，根本不可能。有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吗？以我们目前的兵力和战力，恐怕难。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主公，此地不宜久留，先回去，再从长计议。是也，出征前不请命同往，现在又借押运粮草之事来探营，你累不累？哼，我不比你鲁子敬啊！深得主公看重，此行主公和公瑾都未差令，怎好厚颜无耻的请命出征？主公可不是厚此薄彼，我与你的区别仅仅是在于投奔前将家产全部支持了公瑾，主公也只是看中这一层罢了。不过眼下这个时机，你来的正是时候。怎么个正是时候了？庞统一直在军中担任公曹，不知道是因为容貌太丑，还是为人桀骜不驯，孙策对他一直不倚重。鲁肃将今日探查曹军粮草大营的事都说了一遍，听完后他细细思量一番，心里便有了主意。不知士元可有新药？连尔等都束手无策，在下何来新药？是也，我知你身怀经世之才，只不过是差一个机会。这次对面坐镇的是曹营第一军师，你若能胜他，凤雏之名必然威震大汉，即使主公必拜你为军师，在这江东地界，你甚至能跻身于公瑾之侧，仅在主公之下。这一席话算是彻底激起了庞统的好胜心。我庞统展翼好比九天之上的凤凰，何惧任何人？士元这么说，可是有了破敌之策。若是真有办法，还是先去一趟公瑾的营帐吧。再怎么说，你当初跨江而来，也是拜入了他的门下。言尽于此，告辞。我听子敬说了今日探营之事，公瑾可有计策？那虾贼是何等奸诈，选了长信谷屯粮，此地险峻无比，又只有一条通道，实在不知如何下手。此山最低处是多高？至少有个30丈。我有一法，可拿下曹军粮草大营。有何良策？快快说来。先在谷外设一支疑兵，曹军必定会在谷口与我军对峙，再遣一批敢死之士从悬崖处跳下，只要幸存之人有一半。周瑜怔怔地看着他，眸子里尽是毫不遮掩的惊骇。此计过于狠辣，一旦失败，去的人只能是暴尸山野。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求时十之一，丢时十之九。公瑾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即便此计得手，依然无法撼动虾人的数万大军。只要把曹军的精锐引诱出战，我军奇袭，若是顺利，甚至可能生擒虾人。如何才能引出曹军？简单，一把火把长信谷给烧了，曹军必然会倾巢而出。以虾人的心智，很可能会认为我们大军进出，他肯定会直取我们林立山大寨。妙啊，此计甚妙啊！只要这两头我们都能得手，任凭那虾人过会进腰，也回天无力了。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见主公。周瑜一脸的欣喜的将计策和盘托出，陆逊听完露出了诧异神情，啧啧称妙。一众武将也是吩咐请命上阵。孙策不想放过机会，哪怕风险再大，也要放手一搏。子明，长信谷奇袭关乎我军生死，我把最精锐的解樊兵交给你，再选上1000敢死之士，望你莫要辜负了公瑾与我的厚望。主公放心，末将就算肝脑涂地，也不敢有负主公。自意，我拨你1万人，按照方才公瑾所言，等曹军精锐离营后，大寨必然空虚，即时就要靠你冲破曹军大寨。若能斩杀虾人，此战便可扭转。末将定不辜负主公所望。虾人若要偷袭林立山大寨，必然会派出先锋大将张辽，这大寨就由我亲自坐镇。这一回，我一定要取下张辽的人头，扬我军威。主公明鉴。好，各部都回去准备吧。3日后以火为号，火起后便可动手。领命。夜里，陆逊借着夜幕的掩护，来到了长信谷外正对面的一座山岗。几十名军士将随身携带的火油坛子倾倒而下，点燃后，瞬间一条火蛇就窜了起来。外面怎么起火了？将军是否需要小的带人出去查看一番？不可，我们的任务是守住这长信谷，把人都给我叫起来，全军披甲执锐，全部开赴谷口待命。诺。军师睡着了吗？叔，这你就不懂了吧？军师并没有睡着，他在听风呢。这风有什么好听的？军师现在太累了，需要听林立山上江东的风声，需要听胶州苍梧奉孝与诸葛亮智斗的风声，还需要听千里外关中一带的风声。军师操劳至此，让人心疼啊！
别听他瞎逼逼，军师就是睡着了。夏虫不可语冰，匹夫一叶障目，如何知高人心中所想？呸！高人，你猜我这一拳，你的门牙会掉几颗？我岂能与你这种莽夫共事？吵什么？没事都给我回去！哎，灵儿，让你跟来干嘛的呢？快跟夫君回去吃晚餐。遵命，军师大人。军师的口味竟然这么重，这小子怕是要平步青云了。嘿嘿，你羡慕啊？怪你长了不够细皮嫩肉。闭嘴吧，让人听见，咱们吃不了兜着走。此时的长信谷粮草大营，文聘领兵在谷口与江东军对峙，但对面并没有要进攻的意思。将军是否需要点灯告知军师？军师交代过，只有在兵力难以支撑的情况下，才需要点灯求援。眼前局势不明，先等等。谷内纵深处的一座山岗上，吕蒙带着3000敢死之士，裹着被子视死如归地跳了下去。等到了谷底清点完人数，仅剩下1600人。弟兄们，跟我杀过去，为死去的弟兄报仇！杀！曹军根本没有想到，此时背后会杀出一股敌军，顿时就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谷内大战刚起，谷外的陆逊便带着麾下2000人冲了进来，两面夹击之下，曹军终究是难逃溃败的局面。快，速去点灯，速点灯！遵命。军师，出大事了，快起来看看啊！怎么了？起火了！长信谷方向起火了，必是江东派兵偷袭长信谷，烧了我们的粮草啊！请军师快发兵救援。顺着方向可以看到，长信谷风向的上空一片嫣红，显然是那里起了大火。军师，快发兵吧！说不定此时众业正在火海中与江东死战呢。是啊，军师，快发兵吧！不要慌张，这火烧这么大，显然已经烧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去也来不及救援了。好好想想，长信谷如此天险，他们到底怎么办到的？而且江东眼下缺粮，真要是攻进去了，没理由烧粮，应该劫走才对。陈道，可见文聘的信号灯了？没有，末将派人12个时辰盯着，来时还问过，并没有看到。这么说来，这火未必是长信谷内的，兴许是谷外起的火。军师，快看，有灯了！军师，有信号了，是不是证明长信谷还在众业的手中？那灯是起火后文聘才点燃的，显然这火是吸引他的注意力，难道是？陡然间，虾仁想到邓艾偷渡阴平的时候，他带人从几10丈的山上包裹着被子滚下去，虽然折损了小半人马，可剩下的人也足够他偷袭。对，肯定是这样，也只有这个可能。听令，末将在。陈道领1万兵轻装赶赴苍山驿道，择地埋伏，等候江东运粮队。末将领命。高顺领5000人即刻赶赴长信谷，你的任务是救回文聘。末将领命。李严带1万人埋伏于灵力山下，天亮后若不遇敌军，便可撤回。末将领命。军师，我呢？呵呵，文远，你要是出去了，我们的大营不就空虚了吗？难道军师觉得江东会来劫营？这可说不准。明白，请军师放心，末将当部署好大营设伏。文聘带着残部100余人冲出山谷，跑了7、8里路，就遇上了赶来救援的高顺。周应，你没事吧？我没事，快随我杀回长信谷。江东那群贼子肯定还没走远，一定要把粮草劫回来。当他们赶到长信谷的时候，只看到一片火海，江东军和粮草都不见了。江东贼子的速度还真快，带着20多万担军粮，他们跑不远。如果我没猜错，他们肯定是往一线方向走，粮车与山路通行不便，他们定会走苍山驿道。周应，苍山驿道上军师已经派了书之去，我们还是先回营吧。毕竟军师给我的军令是救你回去，我们要是乱跑一通，我担心会打乱了军师的计划。不行，粮草是在我的手上丢的，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这样，我们先往前这一段路看看，在前方的岔路口，我们转向海洋线的驿道搜索一番，他们舍近求远也不是不可能。好，我听你的，走吧。将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曹军的营在内先后派出了3支部队，看动静，怕是有几万人呢。都往哪个方向去的？一支是朝着灵力山，还有2支是向西南方向。长信谷怎么还有增援？那一起了大火，他们就不该再去增援了。不管了，只要我拿下曹军大寨，擒杀那虾人，即便没能劫到粮草，此战也能立于不败之地。让将士们准备，随我冲入曹军大营，直扑中军大帐。领命。太史慈一马当先，如同离弦之箭冲向曹军大寨，在奔腾的间隙搭弓上弦，连发5箭，隔着100步将曹军守卫射翻，一直冲到曹营纵深处。太史慈莫名觉得心底冒起了一股寒气，不对劲啊！怎么冲了这么远，就只看到几股巡夜的哨兵，其他人到哪里去了？中埋伏了，大家不要乱，跟着我冲出去。我乃张辽，挡我者死。是张辽来了，是张辽这个疯子，我们快跑吧！
两件山一战带给江东军的阴影太大了。张辽的大名如同瘟疫一样在敌军中蔓延，士气直接崩塌式的下降。张辽小贼，拿命来！贼将休狂！太史慈有没有兴趣改换门庭？年少欲笑。但是末将在苍山驿道守了一夜，不见粮车影子。军师，末将奉命接到中夜后，又带兵回了长信谷。当时谷内的营寨已经是一片火海。后来我们沿着海洋线方向追去，也没追到的粮车，路上连车辙印都没有。呵呵，几千兵马拉着20万担粮草，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看你往哪跑！伯爷啊，都说那虾仁有神鬼不测之才，会6丁6甲妖法，没想到你凭借着一盏灯，就猜透他全部的计划，佩服佩服啊！这有何难？你想想，正常情况是先燃灯再起的火才对，可当时的情况变了，是先起的大火，再燃起的球圆灯。以虾仁的城府，必定能看透其中奥妙，所以我料定他还是会派兵救援。不过也够悬的，长信谷只有一条通道，万一要是被发现了，我们可就全完了。不会的，我们躲到谷内的纵深地，等曹军赶到，看见一片火海，肯定是猜测我们已经运粮离开。最危险的地方恰恰是最安全的。等等，怎么了，子明？有战马逼近我们啊！怎么办？快加快速度，只要进了城，我们就安全了。我乃张辽，把我折死！快错，快不要粮草了，大家快逃命！张辽一马当先截断了一小股部队，身后县阵营跟了上来，将这股敌人围了起来。运气不太好的陆逊也在其中，毕竟是一介书生，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我江东子弟的命，一句甘岭罪责就过去了吗？我真是瞎了眼，怎么会相信一个与诸葛亮齐名的泼财？孙策心里太明白不过，太史慈没了，自己的臂膀全都断了，陆伯言也没了，后果更是恐怖。陆家得知这个消息，肯定会断了粮草供给，自己已经是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什么阴谋诡计我都不管了，今夜我就要带着寨内的弟兄杀向曹营，我要为弟兄们报仇。末将愿随主公出战，誓死也要为兄弟们报仇。愿随主公杀入曹营。二人起初听到孙策梭哈的想法，确实吓了一大跳。可是细想下来，孙策这下意识的念头却是眼下江东的唯一生路了。好，狭路相逢勇者胜，今夜便要斩江东儿郎的风采。不过尚缺一物祭旗，想借你庞统人头一用，还望你不要吝啬。华天下之大计，我才华不输孔明，奈何你格局不如刘备？这旷世的才华竟是要沦为你的祭旗之物？罢了，不过是早走一步而已。如你这般望乡台上唱大戏，早晚是冢中枯骨。主公，庞统虽然有过，可不能全然怪他，还请主公宽恕他死罪吧。今夜我们便要奇袭曹军大营，大战在即，阵前斩将，恐非吉兆，请主公三思。好吧，先拖下去好好看押，待我破曹，再行治罪。谢主公。传我军令，各营今夜2更造饭，3更出寨，全军进攻曹营。伯言，你不是？我知道了，定是你已经杀出了重围，可为何这么晚才回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被曹军俘虏了。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是虾人放我回来的。那夏贼与你素不相识，为何放你？主公可是准备今夜偷袭曹营？正是，今夜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不可啊，曹营里已经设下埋伏，就等着主公前去。伯言，你还没告诉主公到底是怎么从曹营里逃出来的？不是逃，是放我回来的。你投曹了？你既然已经投曹，为何回来？是来劝降的吗？主公并非劝降，而是希望主公放弃不智之举。今夜若是我不回来，山上这2万人有几个能活着回江东？放肆！江东只有断头将军，绝无投降将军。你以为人人都如你这般甘愿苟活于世吗？不是在下贪生怕死，我只是不想看到江东子弟的血都在这林立山下流干了。主公，不要叫我主公，我没你这样的部下。翁，去投奔你的新主的去吧，他能保你荣华富贵。但是你想把我当成你高官厚禄的敲门石，告诉你妄想。我说过，此来并非劝降，只是希望主公能醒悟，莫要再以卵击石，徒添伤亡，否则江东的父老眼睛都要哭瞎了。我手上还有近2万大军，足可改天换命。当初楚霸王能凭3万大军杀得高祖弟50万兵马片甲不留，我如何不能？主公只想到霸王之勇，可知当初霸王为什么不愿意回江东，卷土重来？这一问直击孙策灵魂。项羽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自己也无颜面对9泉下的江表12虎臣，数万江东子弟的亡灵，到底还该不该坚持死战到底？主公身为江东之主，
如今看来，侯爷也是蒙在了鼓里。呵呵，这还像句人话。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庞统的性格比较狂，却也不是搬弄是非的人，把这2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没多久，泽荣就笑盈盈的跑了进来。让庞统没料到的是，他竟丝毫没有否认，一口就承认了。就是你听我狡辩，不是你听我解释这件事呢，怪不得我，要怪只能怪这庞统欺人太甚，我实在不能容忍。你倒是说说，我怎么欺你了？庞统，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军师在此，自会判断这件事谁对谁错。我初次见你的时候，是不是告诉过你我是军师的得意门生？是说过。我是不是介绍完自己后，很耐心的劝你归降，并且夸了你很有才华？是，但是你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是有过。然后呢，你又是怎么做的？你竟然说你不懂曲意逢迎之道，这话难道不是在骂军师的门生都是些马屁精吗？没有这个意思，这个绝对没有。那你当时是不是说了你不懂曲意逢迎之道这句话？是，但是我根本不是。你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其他不要啰嗦。是。就是我卓荣是个匹夫，从来不敢忘记自己的身份，遇事总会忍让3分。他骂我，我无所谓，反正几句泼皮话也伤不了人。可是他不能骂你，军师待我如同再生父母，我听了他这样的谩骂，如何能忍？所以情急之下给了他2巴掌。这件事我不后悔，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谁要是敢骂军师，就从我卓荣的尸体上踏过去再说。打你是我不对，我作为军师的得意门生，随意动手简直是对军师的侮辱。现在我还你2巴掌，不过你记住了，以后不许再骂军师。来吧，动手吧。这厮当真不简单啊！现在要是打了他，岂不是等于承认了自己真的骂了军师，还顺带着成全了他忠义的形象？他打了你，刚进来的时候你也给了我脸色，就算还你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没意见吧？多谢侯爷。现在我正式的邀请你效忠朝廷，出任典客，如何？典客是九卿随官，已经算是高位了。问题就出在这典客是大红炉辖管，换句话说，他还得跟着泽荣混。侯爷，在下贪杯好酒，入冬以来纠疾复发，怕是不适合入朝为官。你不答应，我就将你荆州庞氏家族连根拔起。蔡家和蒯家应该是乐于见到少一个对手吧？我这么安排不是想羞辱你，你性格太傲了，没有他带着你，你在许昌根本混不下去。你也别小看了他，你真这么能耐，就不会被他按在地上摩擦。在下愿意听从侯爷安排。军师，照例收复了江东各郡后，主帅还是要抚民的，至少去一趟丹阳吧。呵呵，那个你去就好了。末将怕是不够格吧？不是还有子修吗？他去江东，总该没人敢有异议了吧？军师，那末将呢？众也跟着我去胶州，其他人都一起去江东吧，也算表示朝廷的诚意了。都下去准备吧。先生，你觉得凤啸能胜孔明吗？我觉得没问题，怕就怕他的身体受不了，要不然我也没必要急着赶赴苍梧。也对，我寻思这一趟先生应该也很想去江东的，毕竟2位师娘还一直没有见过呢。但是为了凤啸，先生只能先忍着了，真是不容易呀。据报，曹操派出的3万大军，今晨已经赶赴到了渭河之南，如今正在渡河搬运木料，打算在北岸立寨，显然不打算让我们就此退走。如果让他们顺利渡河下寨，我们的退路将被阻断，甚至可能陷入2面包夹的态势。诸位怎么看？受成行，会盟之初，我等就拥立你为都督，自然是听从你的号令。你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对，请都督做主，我等奉命便是。说吧，怎么干，我们都听你的。此次的联军20万人马，实际的力量是来自关中10部，说白了都是盘踞在雍凉一带的10大军阀。如今能集结在这里，皆是服从了马腾的号召。曹军是远道而来，人困马乏，况且正在渡河，防备是最弱的时候，必须趁机奇袭。今夜我们派遣2万大军偷袭，只需烧毁他们的战船与木料，便可退走。父亲，孩儿愿领兵出击，必取曹军先锋首级归来。好啊，早就听闻孟起直之勇不下当年的吕布，我们这群老骨头也都想见识见识呢。
侯将军说的对，孟起乃联军大到，是该挑重担了。好，今贼将受首。可以啊，小子，再来。那你可得拉满了。累了吧？该我来了。嘿！师兄先走。好俊的枪法，你是何人？报上名来。此人应该是大哥口中的西凉锦马超。现在不是斗将的时候，继续打下去，怕是要全军覆没。虎贲营随我一并断后，其余人快撤。赵云调转马头丢向马超，一路上大声呼喊着自己的名字。被冲散的曹军开始脱离战场，赵云带着虎贲营吸引着敌军的注意，为大军撤离争取时间。此人应该就是曹军主帅赵云，枪耍的真帅呀！将军，快撤，他们要合围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现阵营，跟我冲出去！沿途，亮银枪带出阵阵寒光，大开大合的横扫，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快撤！赵子龙休走！哈！赵云，休伤我家小姐。是马腾的女儿，还是韩遂的女儿？你别动，我不会伤害你。我不动。莫要伤了小姐，我可以放你离去。让开一个口子，我的人出去后，我自会放了他。赵云，放了我小妹，我保你平安离去。小妹若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要你和你这群部下陪葬。马超，我没想伤令妹，我只要我的人平安离去，我自会放他。不行，他是曹操的上将，杀了我们这么多人，今天他非死不可。言行，你看清楚了，我妹妹在他手上。不好意思，战场无父子，此次出征我并不知道马家小姐也有份。况且他是曹操的上将，一命换一命，再加击败曹军骑兵陪葬，不亏了。马家小姐既然选择了上战场，难道不该有这样的觉悟吗？哼，我没你这么会做买卖，我只知道她是我小妹，谁敢罔顾她的死活，我就先斩下她的头。我们这些人不是你们马家的部将，你们愿意放虎归山是你们的事，我可不放。动手！我看你们谁敢动！马超斩杀了赵云，曹军必然三军胆寒。我军若是趁势反扑，很可能一举将曹贼歼灭。你安能为一女子罔顾大局？我不管那些，你们给我听清楚了，谁要是敢动手，就是与我马超为敌，我让他回不了西凉。那就试试吧。赵云，带着你的人离开吧，出了战圈把我妹妹放下，否则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放过你。来吧。小姐得罪了。我叫马银露，你带我一起走吧。啊！骗你的，呆瓜，你走吧。后会有期。不知何时我们才能再见面。西凉军的原野战力。
曹军是怎么筑起一座城？给我放箭！哎呀，这城墙竟然如此坚硬，强攻恐怕是不行了。无妨，让吴儿孟起前去叫阵，先挫挫曹贼士气。曹贼、奸贼、恶贼、逆贼！马儿，你欺我住寨不成是吗？你看看，一夜之间，这天上就掉下一座坚城来，由此可见，尔等非我敌手，还是趁早归降吧。你只会逞口舌之力，敢与我决斗吗？等着吧，都给你安排好了。子龙、汉生，看清楚了，那面将旗下骑黑马的就是马完本人。待吕布击败马超后，西凉军必然会胆寒而退。你们趁势带兵冲出，到时不必管其他人，但一定要把马完给拿下。请先生放心，是将他生擒回来吗？要他何用？带句话给他就可以了。什么话？贾诩将计划说出后，二人是越听越糊涂，不明白这是什么操作，忍不住看向老曹。就按文和说的办。领令。哎，你是何人？赵云呐？他是吕布，飞将吕布。他就是吕布，天下第一的吕布吗？听闻普天之下无一人能与他阵前斗将而不败，这下曹将军麻烦了。吕布怎么会出现在曹贼的阵营？他不是跟孙刘结盟了吗？难道是他们已经败了？真不容易，还有人记得我的飞将之名。你就是吕布，人人都说你天下无敌，我倒是想领教一番，但愿你还没老到让我失望。除了那3个流氓一起上，普天之下我还没怕过谁。来吧，让我看看你有几斤几两。少将军英勇无双啊，竟然能跟吕布打了个平分秋色。什么平分秋色？我看少将军马上就要赢了。难怪子龙会说他也没有信心在百合之内与你分出胜负。你的枪法没子龙诡谲凌厉，但你的速度不输子龙，气力又在他之上。在你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修为，确实还算不错。还敢嘴硬？哼，马儿，让你2招，你就觉得你挺能了吗？能不能的打完才知道。来吧，来了。少将军，少将军，还愣着干嘛？你们也叫起来！你赢了，动手吧！我若要杀你，你头断了都不知道疼。杀我可以，想要招降，我劝你别做梦了。不杀也不招降。虽然我不知道贾文和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说了不能杀你，你走吧。魏王有令，斩杀韩遂者，赏1000金，封万户侯。马腾才是联军的都督，为什么盯上我？大家不要慌，步兵先撤，骑兵随我一并阻敌断后，鱼死网破，跟他们拼了！对，跟他们拼了！作战彪悍闻名的西凉军，在马超战败后，本就是心惊肉跳，强撑着一口气拿出拼命3郎的架势，赌的就是一个狭路相逢勇者胜，可终究是强弩之末。快撤！大家快撤！温侯，此人不可杀。子龙，你想抢我功劳吗？温侯，我刚才看得真切，他站在马字大旗之下，可能是马腾的人。哦，险些闯了大祸，多谢子龙了。难道是我的将旗让他们误以为我是马腾的人？还不快滚！子龙，刚才我的演技怎么样？跟温侯的武艺一样了得，马完肯定相信了。不知道贾文和到底想干什么，所幸今天完成了魏王交代的任务，算是没给我那贤婿丢人。蒙奇，吕布当时明明可以立刻取你性命，可他没有动手，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哎，你这话什么意思？文约，你有什么疑惑可以说清楚。今日阵前你们也都看到了，孟起跟吕布可是以命相搏，你该不会是觉得他有所保留吧？不该，当时的情况，如果斩杀了孟起，我们很可能会直接陷入溃败之势，可他偏偏就几下留人了。再一个，众所周知，寿成兄才是联军的都督，而我只不过是副都督，可曹操的人却只盯上我，弃寿成兄于不顾，这是诸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听闻曹操的军师虾仁乃千百年不遇的旷世雄才，此人极善攻心，43宫的枭雄袁术都败在了他的攻心计下。如果我没猜错，这必然是他的离间计，想要引起我们的内讧。还有一处诡异的地方，白天我看到吕布将马将军击落下马，我本想上前营救，可赵云却先一步将马将军从吕布的戟下救走。敢问马将军是与赵云有旧情吗？我不认识赵云啊。那他为何要救你？当时吕布本来是打算嘎了我，可赵云却突然冲了出来，说我的将旗是马字，怀疑我是寿成兄的部将，所以就没嘎我。你还有何话说？韩遂，你无端猜忌我父亲，你是想厮杀吗？哼，怕你不成，出来单挑啊！你过来啊！诸位冷静点，这必然是曹贼的奸计。此时若是我们彼此猜忌，最终必然难逃被他逐一击破的命运。我会证明给你们看，马家世代忠良，绝不与篡国的贼子同流合污。如何证明？我自有办法。5天，请你们给我5天时间。若我无法自证清白，诸位可自定去留，我绝不横加阻拦。好，就给你5天时间，我们走。魏王晓得刚才探营发现西凉军阵营如今乱成了一锅粥，他们在营寨里自己人打了起来。阵仗如何？阵仗不小，从旗帜上看是马腾与韩遂2部人马在干仗，梁兴、侯宣、程银等人也带了人在阻拦，但双方一直僵持不下。魏王，文和的离间计起作用了，不如趁机带兵突袭，他们必定措手不及。是啊，魏王，此真乃天赐良机，难怪昨晚文和说我们有机会劫营，眼下不正是他们罪不设防的时候吗？末将请命。急什么？万一是他们在请君入瓮呢？文和，接下来该怎么做？他要过来了，当然是要演好这出戏。至于我们，让温侯、子龙和汉生带虎贲军准备好劫营便可。只要他一动，当天夜里我们就动手，必可打他们个措手不及。照文和的意思，都去准备吧。一连5天，西凉营寨内都在火拼，演的确实有模有样。可曹营一直没有动静，说好的5天内自证清白，这下又落空了。没办法，马腾只能去投奔曹操，一探究竟。寿成兄，酸枣一别，我们有14年未见了吧？足足有14年了，过人再见。我为败军之将军为王，令人不胜感慨啊。魏王能接纳我，胸襟之广确实令人钦佩。我有疑问，还请魏王赐教。但说无妨。听闻魏王麾下第1军师虾先生谋略旷古烁今，此番离间计想必是他的手腕吧？区区小道，不足挂齿。那韩贼不听我言，反而对我痛下狠手。这一回，我愿为魏王先锋斩杀韩贼以赎罪。好，这些草寇不识抬举，敢对寿成兄狠下杀手，你们说怎么办？当然是以牙还牙。魏王，我愿为先锋，今夜便带人冲入西凉大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好，一会你就去准备吧。今夜2更造饭，3更出城，带领虎贲军杀进去，为寿成兄报仇。领命。魏王，我刚才来投奔，这些草寇们肯定是有所防备，眼下不是进攻的时机，请魏王寿成兄放心，孤有内应，此次定能破敌。真要是有内应，你就该知道我是诈降，早就动手了。曹贼果然多疑，还不能完全相信我。多谢魏王。父亲，方才兵城内放出一骑，朝着我军大寨而去。韩儿骑快马追上后，将那人射翻，从他的身上搜出了此信。文曰如无，城内伏兵已部署妥当，只待马腾入城，便可围而杀之。为了让余下8部诸侯相信是马腾投孤，今夜孤会派
夜里，吕布、赵云、黄忠、张合、张绣和徐晃领着2000骑兵奇袭西凉军大寨，面对10几万的营寨，他们没敢深入腹地，只是在外围引燃帐篷，把猝不及防的西凉军杀得人仰马翻。等他们看到西凉军开始呈现一队队人马从营盘中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丝毫不恋战地下达了撤退的指令。大家不要追了，恐防有伏击，新救火。该死的曹贼竟然敢劫营！等寿成兄打开兵城的城门后，我非要亲手摘了他的脑袋不可。马腾刚刚离开，曹操就来劫营，这事是不是太巧了一点？对呀，前几天我们每日都在寨子里大战，曹操不来劫营，他马腾刚过去，屁股还没坐热，曹操就来劫营了。我现在就担心马腾所谓的诈降计，其实就是想吸引我们一起出兵，让曹操可以一鼓进巨奸。文约兄，曹操用兵一向出人意料，我觉得不该如此轻易就怀疑寿成兄，还是谨慎些好，莫要中了曹操的奸计。这一点我自然明白。接下来这几日，我们要多派少奇探查兵城那头的情况，5日后的行动是否如期进行，到时候大家会一并讨论决定。天刚亮，马腾就带着5000军士回来了。他知道这次回来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马铁、马岱，速去本部召集兵马，做好战斗准备。当然。寿成行，6天前你说5天内给我们一个交代，让全营10几万大军陪着你演戏，演了也就演了，因为你是都督，我们都相信你。可是你去曹营这1天1夜的时间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让人疑惑。你刚带人离开，曹军就来偷袭了。曹军退走之后，你又一声不吭的回来了，这事是不是太巧了一点？哼，你个贼子！刚才韩遂的话暗指我与曹操勾结，你们呢也都愿意相信吗？我不信，以寿成兄的为人，绝不会做此等下作之事。我也不信。从会盟的大天开始，我以为这支盟军将会改写大汉历史，让纵横南北的曹操也知道这天下不是姓曹的。可是在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有些事情只靠一厢情愿是办不到的。联军的心已经散了。寿成行，你的话太深奥了，我们听不懂。我们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一走，曹军就来偷袭？为什么你说好深入虎穴，骗开城门，如今又莫名其妙的折返？哼，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就是因为你韩遂。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最好说清楚。诸位都看看吧。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吕布要手下留情，马王为什么会听到那一席话，而你韩遂为什么会被盯上。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与曹贼唱了一出大戏。若非是乌尔马铁截获了这封密信，此刻我已经成为了曹操的瓮中之鳖，而你就可以借此机会操控联军，最后与曹操里应外合，将联军一举吞并。你放屁！我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去一趟曹营了，你就是请求曹操写这封密信的，对不对？所以你才在1天之内就赶了回来。好啊，好歹毒的心肠，别以为你靠着你跟曹操联手就能蒙骗在场之人，亏你吕氏公侯，竟是做出数典忘祖之事。